大家好，我是微微庄主。今天我们继续来聊黄金跟白银目前处在重大的转折窗口，黄金突破，白银突破。那么有朋友问呢，说，那你讲黄金跟白银贵金属相关的股票可不可以投呢？那么目前呢，很多科技股走得很好啊，科技股跟白银我们投哪个好哈？黄金跟白银跟科技股比，我们投哪个好？那么如果我想做黄金跟白银，可是黄金跟白银现在突破，短期之内涨得那么高，我该如何入场呢？我怕什么呢？我怕短期高点入场承担波动。今天我们就聊聊这几个话题。那我们还是老习惯，如果你在整个视频当中觉得哪一个内容对你有帮助，对你有启发，请你随手给我点一个小心心或者点一个赞，让我知道这个视频对你来说是有用的，来帮助我提升将来视频的内容选择，然后更好的服务大家。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多次冲击这个13年的阻力线之后，终于黄金在突破回踩之后又创了新高。我们在春节之前呢，当时其实黄金创了一次新高，大家自己回去看一下相关的行情。那春节之前呢，其实是突破了新高，后来又回来，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假突破。假突破是什么？是典型的顶部结构是吗？其实很多读者这个时候就慌了，说黄金会不会是高点就不行了，对吧？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提及的一点，就是说技术分析在商品相关的分析当中我们是一定要用的。我们投股票不一定要用技术分析，可是做商品的话对技术分析的需求要更高。但是呢，技术分析呢是有概率的，它不是100%的。所以我们依然是基于一个长期的大逻辑，我们对黄金的分析，大家可以看一看前面的一系列的视频。我们对黄金跟白银的分析是基于长期超长周期的逻辑去做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它就再次突破回踩，又创了新高。白银是一样的，一样振奋人心哈，上去下来类似一个假突破，把不坚定的投资者妥妥甩掉，然后又再次突破了哈。这是一个13年的大型三角形。我们可以讲，就是在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当中，能够碰到10几年的一个大型结构突破的概率还是次数嘛，还是很少。所以我认为，我定义就是说，现在目前黄金跟白银的点位，跟它的投资时间窗口，跟行情窗口，跟这个行情转折的这个机会，是我们人生整个人生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几次机会。在聊这个黄金跟白银相关的股票之前，我还是想跟大家再聊一聊什么套利 K 线跟均值回归。老的读者是一定知道的哈，在我历史的视频当中跟直播当中反复的提及套利 K 线。其实套利 K 线用俗话来说是一个比值。什么叫套利？大家可以百度或者谷歌一下，套利有很多种套利啊，有跨季节套利、跨品种套利、跨市场套利都有。但一般情况下，我们家庭投资理财呢，比较多研究的是跨品种套利。好，我们看什么叫跨品种套利啊？跨品种套利就是说有2个品种，它性质很像，它长期呢，它们2个的价格是处在一个区间当中，就是它们2个这个价格的关系，它的比值是处在一个区间当中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啊。看，这是小麦、玉米跟小麦。大家知道玉米跟小麦是动植物饲料的主要的成分，对吧？它们2个可以说是性质相似，可以相互替代，对吧？假如说你是饲料生产商，或者是你是饲养员，你肯定是在玉米价格很低的时候用玉米去饲养，在小麦价格很低的时候用小麦去饲养，对吧？他们俩可以相互替代，所以他们2个是有长期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玉米跟小麦的比值，这是92年，这是2024年，在30多年的这个区间当中，他们是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的。好了，差不多呢，在1是顶部，0.4呢是底部。那长期听我直播或者是视频的朋友，在这里可能就马上想到了一些操作的手法，对不对？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可以操作？极值的时候，
极值的时候，像这种其实都算极值。为什么极值的时候？因为在极值的时候，它向下走的概率是最高的，在这种时候它向上走的概率是最高的。可是在中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位置你知道它是向上还是向下，概率不一定，对吧？所以呢，我们说套利不是时时刻刻都可以做的，而是要去找那个钟摆在摆动的时候选那个极值去做。还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小麦跟玉米其实这很好理解嘛，高的就是1:1的时候，价格差不多的时候，低的时候就是0.4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做股票品种的套利分析，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行业跟整体股票市场的比值它是处在一个上升空间当中的，是这样的一个钟摆，它不是像刚才这样是横着的，它是往上走的，甚至这样往下走。什么意思呢？往上走或者往下走什么意思？就是说中长期的基本面这个行业是跑赢整体市场还是跑输整体市场。如果跑赢的话，它一定是长期是这样子的，但它依然有一个均值哦，只是说这个均值呢它不是稳定的，它的这个区间它不是稳定的，它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它是会变化的。如果是它基本面越来越差，它是往下走的，这一个非常重要。当我们分析一些行情的时候，其实不太理解它为什么突然跑赢，本质上就是它这种套利K线到了底部往上走的时候。那回头我再跟大家讲股票相关，我们今天先集中到去理解套利这个问题。套利本质上就是两个品种之间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个关系是稳定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均值回归。什么是均值回归呢？就像这种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就是一个均值，它到极值的时候它会回来，这种就叫做均值回归。那很多朋友在做均值回归理解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错误，什么错误？用短期均值去做均值回归，短期均值回归概率要比长期均值回归小非常多。尤其是家庭理财，如果你做长期的基金投资的话，像10年、20年的这种均值回归才值得去做。最短也要3-5年，就是一个基金周期、一个库存周期的均值回归才值得你去用基金去做。短期均值回归的概率是很小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均值回归策略会失败的原因。好，这里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套利K线跟均值回归这两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对我们未来选择品种、制定仓位的时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有的品种，它套利K线它整个的波动是这样子的，它现在在这里，你的仓位要放多少？如果说它的整个区间不是这样子，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它比它范围小，它现在在这里，也是在这里，是这样子的。那这个仓位多还是这个仓位多呢？那肯定是这种，因为它往下这个皮筋拉的这个力量更大，它往回抽的时候它力量也会更大，是吧？这个是用来决定仓位的，就是这个力道的。然后这个位置是决定你做往下还是做往上方向的问题，所以理解套利K线非常非常重要。好了，我们回去回顾完、学习完套利K线跟均值回归这两个概念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商品，到底是选择贵金属股票还是选择贵金属直接去投资呢？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两个品种？好，我们猜想一下，我们想象一下，假如说你一个贵金属的股票指数比上相对应的贵金属，比如说黄金黄金股票比上黄金，如果你长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投什么？要投股票，对不对？尤其是在这种位置要投股票，因为它长期是往上走的，它不仅有个长期向上的力量，同时也有一个均值回归，就是这样短期向上均值回归的力量，长期套利的力量跟短期跟中期均值回归的力量。那如果是它这样呢，那就要看了，那就不一定了，它有可能是比如说在这种位置了，在这种位置，那这种位置的话，虽然它长期无法跑赢，股票是无法跑赢相对应的商品，但是它短期已经到了这个极值，我们认为它会均值回归到这个位置，依然是做多，就是比值做多。好了，所以不同的东西我们要不同看这个图才能决定，对吧？好，我们现在看贵金属
相对于这个是黄金，这个指数是黄金制造商，是小型的黄金制造商的指数，比上黄金。这是美股，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到了这个位置。唯一的有一个遗憾呢，就是说这幅图呢前面它历史数据不够长哈，这个是大概是15年左右哈，我认为还是不够长。我们说一个商品周期大概就是15年嘛，如果是能看到前面的话，比如说7几年跟2000年到2010年这样的数据的话，那它的概率会更高哈。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说当股票往上走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均值到这个位置，它这个套利 K 线到这个位置，这样的一个行情是指什么？是指黄金股票突然间大幅度跑赢黄金，就是突然间就大幅度的上涨了，包括这种位置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种位置是很好做的。那么现在处于这个位置，我认为呢，就是这个 GDXJ 这一个小型的黄金股票，黄金相关的股票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这种品种它的波动非常的大。我个人如果是大仓位的话，还是会去选择商品，因为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除了要看这些东西，还要看它的波动率的问题。好，这是黄金，我们再看白银，这是白银相关的小型股票，也是美国的，比上白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也是到了一个极值。我们说中间不好做，可是极值的时候是很好做的。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种位置它是啪就上去，啪就上去了，非常非常快。所以这种品种我还是认为也是很不错的。这个品种在过去1周应该涨了20%左右，非常非常快。那么大家可能也会问说，那在 A 股的话，投黄金跟白银相关的股票可不可以？可以，我觉得现在是可以。但是就是说我个人还是认为，假如说你想投资商品相关的方向，那大部分的仓位还是放到纯商品品种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它比较纯，它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去分析。如果是你既有股性又有商品，比如说我们做黄金股票，它既受股票整体市场的影响，又受黄金的影响，那我们就既要分析整体市场的周期位置跟它的估值周期，同时要分析本身的黄金自己的周期，所以它分析的难度会大一些。而且同时更重要的是，你的仓位都在股票上，不管你是投了计算机还是黄金，整体市场在估值周期波动的时候，你都是跟着相关波动的。虽然它不是同一个行业，它都是跟着波动的。看似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其实是同一个篮子，并不是分散投资。而商品不是，你投黄金股票跟投黄金，它的放在不同篮子的这个效果，一定是放在黄金是更好的。商品是一个独立的大类资产的一个市场，那股票又是一个大类资产的市场，把它们分开去做会更容易一点。但是我们也并不否定相对应的股票的投资价值。好了，下一个问题我们探讨什么？如果你现在去问你投了，特别是投了美国股票的朋友，说你投了什么？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听到的答案都是谷歌、微软、特斯拉，对吧？就是那些相关的科技股，苹果，对吧？当每一个人都在投资这样的相关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怎么样？这就是产生了一个泡沫。那么我们用纳斯达克指数除以白银，就得到了刚才我们讲的两个品种之间的一个套利 K 线。那有没有一个范围呢？曾经发生的是这个位置，是一个极值。这是什么位置啊？我们来看一下，对应一下。在2000年左右，你们记得2000年发生什么事儿吗？2000年就是美国的科技股泡沫破裂，当时纳斯达克跌了80%，从头到尾跌了2年多，跌了80%。现在到了这个位置，我认为在将来不久的将来，我个人看法不会超过1年，就是我们会逐渐发现资金从相应的泡沫的方向撤出来，然后把泡沫击破，然后转向商品市场。
像白银跟黄金、原油这方面的我们就处在这个点上。上一次发生这件事情是25年前，25年前你几岁？25年后你又几岁？所以我讲，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不管是商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的一个重大的时间窗口，我们这一辈子都遇不到几次。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股票市场的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重大的投资机会。那有朋友问说，说现在黄金白银涨得并不是很快，就是感觉一直像横着走。这个图呢，我上次跟你们有讲过，我们过去40年，这个是美债的收益率。如果我们拉长周期看，不仅看过去10年、20年、30年、40年，我们回溯到1950年代，也就是80多年前，我们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跟这样的一个周期。我们在一期视频当中有讲过建议大家回去看，那个是讲了很长时间，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就是说目前呢，我们有极大的可能性其实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周期当中，对吗？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图呢，这里很工整，这里就是很乱。为什么？因为这里不好去控制，通胀会很高。大家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焦虑说，说可能第一季度3月份就会有降息的动作，那后来发现又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通胀在往上走。那最新的2月份的核心通胀，美国核心通胀也出来了，也是在往上走的，不出我们所料，对吧？所以现在是不一样了，天变了。现在这个天已经不是过去40年的天了，整个就回到了前面这种位置。前面这个位置我们会发现，它降息的观察期会更久。什么意思啊？停止加息到你真正的往下走，这个瓶颈期，这个横向的这个周期是更长的，比过去40年是需要更长的。为什么？因为它轻易不敢往下走，它一旦降息了，可能通胀控制不了，因为通胀可能非常高。我个人认为有可能在未来我们会再次看到双位数的通胀，现在还没有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那么有读者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总是说黄金白银可能会有很不错的行情，那现在虽然突破了，可是它也没有急涨。比如说像科技泡沫破裂，然后大宗商品急涨的一个触发点，什么因素会触发这个东西它就转折了？什么因素它就会触发黄金跟白银它就这样了？什么因素我认为是原油。就是我们会发现，在不管是你 CRB 指数商品指数，它主要成分是原油这是编制问题，但是也说明它编制是有科学依据的原油一般是引发通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当原油价格快速上涨的时候，基本上也就引爆了其他的商品价格所以我们会同时不断的关注原油的价格。那好了，大家回到这个问题，我们说关注黄金，关注白银，对吧？警惕科技类的股票，关注原油。那么在关注黄金、白银、原油这些品种的时候，我们怎么入场？这是我们以前，这是在2008年到2011年的那一次黄金的走势非常快，就是这个蓝色就是行情线。我们会发现在这中间依然有不小幅度的回调，像这种回调都是很大。我们怎么避免在这种顶部的时候入场？你看一个小小的回调可能就几个月，20-30%的波动，怎么去避免呢？所以呢，我给大家开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投模型如果你的风险偏好很低的话，就在这里进去就好这个我每天都给组团的朋友公布这个数据。如果你风险偏好低，你低于2，就定投进去就好了，非常简单。然后长期持有，直到我们从长期的套利 K 线发现它会反转的时候，我们才把黄金跟白银抛出去。现在还早我一直讲说黄金跟白银是我们这一辈人非常非常重要难得的一个投资机会，它绝对不是1-2年或者是3-4年的一个投资周期。好，那么
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问题，请你在评论区留言。